今天我们来聊聊困扰许多人的脚部难言之隐——灰指甲和香港脚。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扰？脚指甲变得又厚又黄，怎么剪都剪不干净，脚趾缝总是痒得让人抓心挠肝，而且脱下鞋袜还会散发难闻的气味。在公共场合不敢轻易脱鞋，夏天就算热得难受，也宁可闷着脚，不敢穿凉鞋，生怕别人看到自己粗糙变形的指甲和脱皮发红的脚丫。这样的尴尬，许多人都深有体会。其实你并不孤单，灰指甲和香港脚是非常常见的问题。据统计，约有1/10到1/5的成年人一生中都得过足部霉菌感染，而随着年龄增长，感染风险更是直线上升。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都深受其害。有调查甚至指出，在高龄人群中，脚部真菌感染的发生率可高达50%以上。坊间甚至有夸张的说法，灰指甲一人得病可以传染2人。虽是戏言，却点出了这类感染顽固又容易传播的特性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对灰指甲和香港脚存在不少误解。有人以为脚趾甲变厚发黄只是年纪大的自然现象，忍一忍就算了。也有人试过各种偏方和药膏，但总是反反复复，怎么也无法根治。每当电视里有人大喊自己的灰指甲治好了，不禁让人怀疑，真有那么神奇吗？反复发作的真菌感染，难道真的要缠上一辈子？别急，我们今天就要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，帮你彻底改写和真菌斗争的命运。一位拥有20多年临床经验的资深皮肤科医师，发现了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天然方法，可以让灰指甲和香港脚彻底痊愈。你没听错，不是仅仅压制症状，而是把恼人的脚部脱皮、瘙痒和丑指甲连根拔除。如果你也深受其害，那么务必要继续看下去，找答案。究竟是哪一样天然神物能让顽固的真菌闻风丧胆，只要每周涂一次就能击溃它们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敌人。导致香港脚和灰指甲的是一类名为皮肤癣菌的真菌，它们特别喜欢潮湿温暖的环境，人体脚部正是它们的天堂。穿着不透气的鞋子一整天，脚掌闷热潮湿，皮肤角质层变软受损，真菌就有机可乘，从细小的伤口或角质裂缝中侵入。我们常见的香港脚其实就是主选，真菌在脚趾间的皮肤上滋生，造成脱皮、发红、瘙痒，甚至起水泡和龟裂。如果不加以控制，这些真菌还会进一步侵入指甲下面，导致灰指甲的产生。指甲变厚、变色就是霉菌入侵的结果。它们在甲板下大肆繁殖，把原本透明坚硬的指甲当作堡垒，既破坏其结构，还把自己牢牢藏在里头。这也是为什么灰指甲特别难治，因为藏在指甲里的真菌很难被药物完全消灭。更棘手的是，这类真菌感染具有强传染性和反复性，脚上的皮屑、指甲碎片里可能藏满霉菌孢子，脱落在地板或鞋袜上能存活好一阵子。你赤脚走过浴室地板，或穿了受感染的鞋袜，就可能再次感染自己或传染给他人。不少家庭成员会互相传染香港脚或灰指甲，就是因为共用拖鞋、毛巾或指甲剪，而无意中散播了霉菌。对个人而言，真菌也常常在你体内打游击，今天躲在指甲里，明天跑到指缝，表面好了，其实暗中未尽，稍不注意又卷土重来。一旦我们免疫力下降，脚部卫生稍有疏忽，它们就伺机反攻。年纪大的族群特别容易变成霉菌的目标，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指甲生长速度减慢，变得比较厚且干脆，容易产生小裂纹，给真菌提供了入口。同时，老年人的末梢血液循环较差，指甲远端供血不足，免疫系统清除真菌的效率也降低。再加上有些长者行动不便，洗脚擦脚没有那么方便彻底，这些都让霉菌有机可乘。一旦感染上，灰指甲可能多年缠身，难以甩掉。如果患者本身有糖尿病等问题，足部血循更差，抵抗力更弱，真菌更是如鱼得水。此外，许多老人家不知道灰指甲是可以治疗的感染，以为年纪大指甲坏掉很正常，拖延不治，导致病情加重。因此在中老年族群中，灰指甲和香港脚往往特别顽固难缠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付这些隐藏在脚上的顽强敌人呢？传统医疗手段当然有，
比如外用抗真菌药膏、药水或者口服抗真菌药物。外用药膏对皮肤的感染通常有效，可以减轻痒和脱皮，但对藏在指甲深处的真菌穿透力就有限了。很多人每天勤奋的擦药，但药膏无法渗透进厚厚的甲板，往往只能抑制表面的霉菌，无法斩草除根。一些特制的抗真菌指甲油可以慢慢渗透指甲，但见效非常缓慢。至于口服抗霉菌药，像是常用的特比奈芬丸，必须连续服用数月才能清除指甲里的真菌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这或许没什么，但对许多中老年患者而言，长期吃药可能伤肝伤肾，而且有些人本身就有慢性病，不宜服药，所以常常吃了一阵子就放弃了。另还有新兴的激光治疗，可以用特定波长的激光照射指甲以杀死真菌，但治疗往往需要多次进行，费用昂贵，而且如果日后不注意预防，真菌还是可能从环境中卷土重来。总之，传统疗法不是没效果，但往往见效慢，成本高。很多患者中途就因看不到明显进步或出现副作用而半途而废。更常见的问题是，很多人治疗做到一半就自行停滞了，一感觉症状好了些，就停药停治疗，结果指甲里残存的霉菌没有被赶尽杀绝，过一阵子又死灰复燃。有调查指出，约有一半的灰指甲患者在治疗后仍反复发作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同时，灰指甲和香港脚经常是互相影响的，难兄难弟。你脚指甲上的霉菌也许已杀光，但脚掌皮肤还有孢子残留，没同步治疗的话，很快又会重新感染指甲。反过来，光治香港脚不管指甲也不行，因为指甲成了霉菌避风港，所以很多人认真治了一段时间却治不好。问题往往出在没有彻底全面的清除真菌，以及没有长期坚持。难道就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不靠猛药，也不费太多钱，便把这些顽固的霉菌赶出我们的身体吗？难道我们只能与真菌和平共处，小心维持，不让它发作吗？当然不。大自然其实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一把对抗霉菌的利剑，现在是时候请出这位真菌克星闪亮登场了。这种天然物质可以让真菌无所遁形，它就是取自澳洲植物的一种精华油，名为茶树精油。也许你对茶树精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，近年来它在保健和美容界非常流行，被誉为万用的天然精油之一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早在将近1个世纪之前，科学家就已经揭示了茶树精油的惊人威力，而且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它甚至是澳洲军队的秘密武器之一。相传澳洲的原住民数千年来都把茶树的叶子当作天然药物，他们将叶子捣碎敷在伤口或皮肤感染上，能够加速伤口愈合，防止感染。20世纪初，西方科学界开始注意到这种神奇的植物油。1922年，澳洲的研究人员发现，从茶树叶子中提取的油具有极强的杀菌能力。实验显示，它对细菌和霉菌的杀灭效果比当时常用的消毒剂石碳酸强10倍以上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涂在皮肤上却不会造成刺激和烧灼感。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医学界的关注。随后的10几年间，许多研究陆续证实了茶树精油在消毒杀菌方面的效力。澳洲医学期刊在1930年就报道了茶树油治疗感染的成功案例，指出它能有效清洁化脓伤口并杀灭病菌，而且对人体几乎无毒性。当然，最让茶树精油一战成名的还是在战场上。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南太平洋地区的战事环境恶劣，潮湿炎热的丛林中各种感染肆虐。当时澳洲军队把茶树精油列为随军医疗用品，士兵们若是脚部溃烂，患上严重香港脚或伤口感染，军医就会拿出茶树油清洗涂抹。茶树精油成了前线官兵对抗霉菌感染的救星。据说当年茶树油一度供不应求，澳洲政府甚至特许那些从事茶树油生产的农民和工人可以免除征兵，为的就是确保前线所需的茶树精油源源不断供应。有了茶树油的保护，无数士兵的脚气和伤口感染得到控制，重新恢复战斗力。可以说，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，茶树精油就是澳洲人手中的救命仙丹。战争结束后，随着现代抗生素和抗霉菌药物的兴起，
茶树精油在医疗界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，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终究不会被埋没。从20世纪末开始，全球兴起了回归自然疗法的风潮，科学家和医师们重新审视这些传统的植物精油，发现茶树油依然是对付多种感染的利器。其中对皮肤霉菌的疗效尤为受到关注，许多临床研究相继出炉，结果显示茶树精油对造成香港脚、灰指甲的真菌有强大的抑制和杀灭作用。一项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临床实验中，研究者让数十位主选香港脚和甲选灰指甲患者使用茶树精油治疗，惊人地发现超过90%的患者症状明显改善，其中许多人的真菌感染被完全清除。这样的成果在当时就引发了轰动。后来在1990年代，也有双盲对照试验比较茶树精油和常规药物治疗主选的效果，发现使用茶树精油的患者痊愈率与抗真菌药膏相当，而且副作用更低。这些证据都证实了古人经验和民间口碑，茶树精油确实是天然的抗真菌神物，对付香港脚和灰指甲这类顽症大有奇效。或许你会问，茶树精油既然这么厉害，我们该怎样正确使用它来对付灰指甲和香港脚呢？别急，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关键在于坚持每周一次的彻底护理。具体步骤如下：首先，准备一盆温热水，加一把粗盐进去，搅拌溶解，用这盐水来泡脚约10分钟。温热的盐水能够软化皮肤和指甲，帮助清除堆积的死皮角质。盐本身也有一定的杀菌抑菌作用，这一步能降低脚上细菌数量，让后续的治疗更有效。泡脚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为接下来的步骤做好准备。泡完后把双脚擦干，特别要注意脚趾缝和指甲缝一定要彻底擦干，不留湿气。接下来拿出我们今天的主角茶树精油，对付灰指甲时，用干净的滴管或棉签将茶树精油直接滴一滴在每个受感染的指甲上，让精油自然渗透进指甲缝隙和甲床周围。茶树精油的气味清新中带点刺激，这时你可能会闻到淡淡的草本馨香，同时脚趾可能有一点凉凉刺刺的感觉。别担心，这是正常的，代表有效成分在发挥作用。如果你的感染指甲特别厚，可以在滴油之前先用指甲锉刀轻轻将增厚的指甲表面打磨薄一点，小心不要磨到正常皮肤，只需把变形的死甲层去除一些即可。这么做能让精油更容易渗透进去发挥作用。每片换甲都均匀滴油涂抹后，静置几分钟让精油吸收，无需擦掉或清洗，让它留在指甲上持续发挥杀菌效果。如果是香港脚等皮肤癣菌感染，在泡脚后擦干的情况下，可以用棉花棒蘸取茶树精油，细心地涂抹在脚趾之间和所有红肿脱皮的区域，尤其是在指缝和脚底等容易藏菌的地方都要照顾到。茶树精油有很好的渗透性和挥发性，涂上去后会迅速渗入皮肤表层，杀死真菌，同时挥发带走部分湿气，让患部保持干爽。涂完后就让脚自然晾干，不要立刻穿上袜子和鞋子，最好给它10几分钟时间充分吸收。如果是晚上临睡前使用，那是再好不过。涂好后直接上床休息，一整夜茶树精油都在默默地发挥作用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茶树精油虽然是天然产物，但浓度高，穿透力强，对部分敏感肌肤而言可能会有刺激或过敏反应，所以第一次使用时最好先做个皮肤测试，可以在手腕内侧或脚踝内侧涂一小滴茶树油，等待几个小时至1天观察是否有红肿、刺痛或皮疹。如果没有异常反应，再安心用在脚部患处。如果你本身皮肤比较敏感，直接涂纯的茶树精油会觉得刺激，那可以采取折中的方法，用基底油稍微稀释茶树精油，再用比如取1小茶匙橄榄油、椰子油或甜杏仁油等植物油，滴上2-3滴茶树精油调匀，然后用这混合油来涂患处，这样有效成分依然在，但对皮肤的刺激性会降低很多，尤其是大范围的脚底涂抹，用稀释油比较保险。而在指甲局部则可以直接使用未稀释的茶树精油，以保证足够的浓度。总之，第一次使用要谨慎观察，
如有严重刺激就停止并用清水洗掉。大多数人是能很好耐受茶树油的清凉感的，只要避免弄到眼睛等黏膜部位即可。按照上述方法泡脚并涂油后，你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抗真菌护理。这样做需要花一些时间，但请记住，稳定持续是成功关键。一般而言，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护理。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是每周一次？要知道，灰指甲和顽固的香港脚并非一两天形成的，真菌侵蚀指甲往往已经很久，因此清除它们也需要耐心。有些皮肤科医师建议，一开始情况严重时，可以1周2次，甚至每2天涂抹，待明显好转后再改为每周1次的维持。也有人担心每天用茶树油会不会太刺激，实际上如果已经稀释或皮肤不感到不适，每日用也未尝不可，只是中老年人往往难以天天坚持，所以每周1次的方式比较容易长期遵守。同时，茶树精油效力持久，周期性地深入处理反而效果更佳。当你开始每周固定给双脚，这样细心呵护，几周后就可能看到变化了。首先是瘙痒会减轻，脱皮的情况改善，脚丫变得没那么红肿难受了。如果以前有难闻的脚臭，茶树精油的抗菌除臭效果也会让异味明显淡化。对于灰指甲来说，最开始几周可能变化不大，因为旧的鬓甲还在那里。不过别气馁，大约1-2个月后，你会发现指甲根部开始长出新的健康指甲了。新的部分通常颜色正常，表面光滑，而旧的感染部分逐渐往外生长。这说明真菌已经被压制住，指甲床恢复了健康的生长。一旦见到新甲长出，就表示治愈有望。此时千万不要中断，继续每周泡脚涂油，同时定期将长出的坏甲部分剪掉，或者用指甲钳小心修除松脱的死甲，为新甲腾出空间。但剪甲务必卫生，小心处理后用酒精消毒剪具和周围皮肤，避免残留的霉菌再次进攻。随着时间推进，新的指甲会一点点取代旧的鬓甲，脚指甲完全长一圈可能需要6个月甚至更久，具体长度是每个人代谢而定。但只要你保持耐心和恒心，终有一天可以把最后一块发黄变形的指甲剪掉，那一刻你的脚指甲将恢复往日的清透明亮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建议在目视上完全康复后，继续再进行几次每周的茶树油护理，确保深处潜伏的真菌孢子也被消灭干净，不给它们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当然，要彻底战胜灰指甲和香港脚，光靠治疗还不够，良好的习惯和预防措施同样重要。我们不妨把与真菌搏斗当作是一场战争，茶树精油是主要武器，而我们的日常习惯就是战术和防线。首先是卫生习惯，每天务必清洗双脚并擦干，尤其指缝间不要留水分。袜子要勤换洗，天热出汗多时，一天换2次也不为过。选择吸汗透气的棉质袜子，避免长时间闷着汗脚。鞋子方面，不要一双鞋连续穿好几天，最好2-3双鞋轮流换，让鞋内有时间晾干。回家后可以把鞋子放在通风处，甚至阳光下晒一晒。紫外线和干燥环境都有助于杀灭霉菌。对于已经感染过的鞋袜，可以定期用开水烫洗或加入消毒液浸泡清洁，以杀死残留的真菌孢子。有条件的话，也可以在鞋内喷洒一些酒精或抗菌喷雾，或者放置除湿除菌的鞋内垫，保持鞋内环境干爽。家里的地板、浴室、拖鞋等也要定期清洁消毒，尤其是浴室、地砖和地毯，真菌最喜欢藏身这些潮湿角落。如果家人中有人有香港脚，洗澡时最好使用自己的拖鞋，不共用毛巾，以免真菌传播。至于指甲剪、磨甲刀等个人修剪工具，更是每人一套，不要混用，并常常以酒精或煮沸消毒。除了外部环境，我们内在的抵抗力也很关键。加强营养和调整生活作息，可以让身体更有能力对抗真菌。饮食上尽量均衡清淡，多吃蔬菜水果，提高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取，这有助于指甲和皮肤的健康生长。特别要控制糖分的摄取，因为高糖饮食可能促进真菌生长。有研究指出，糖尿病患者更容易感染灰指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天然的抗真菌食物，
例如大蒜、洋葱、姜黄等，这些食材里的特殊成分对霉菌都有一定抑制作用。大蒜中的蒜素被认为有抗霉效果，民间有把大蒜片插在香港脚患处的偏方，不过直接插可能刺激性太强，不如吃进肚子里强身健体来得安全。再比如生姜和肉桂等香料，中医认为能温阳散寒，也有助于改善体质，减少真菌趁虚而入的机会。除了饮食，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也不能少。规律运动可以改善末梢血液循环，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，让它们更有效地巡逻到脚趾这种偏远战场。每天抽点时间散散步或做做脚部伸展运动，都有助于提升足部的血流和代谢。睡眠则是免疫系统的修复期，每天保持7-8小时高品质的睡眠，能让身体更好地抵御包括真菌在内的各种感染。对于血糖控制不佳或者有慢性病的人来说，积极管理好原有疾病，保持整体健康，也间接减少了霉菌乘虚而入的机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心态和毅力，真菌感染通常不会一夜痊愈，所以我们需要以打持久战的心态来对付它们。很多人在治疗灰指甲时半途而废，就是因为没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就失去了信心。但想想看，你的指甲可能是花了几年时间才被真菌破坏到现在这种程度的，又怎能指望几天之内完全恢复如初呢？只要方向对了，就要给时间发挥作用。茶树精油这种天然疗法，胜在安全温和，没有副作用，但相对的也需要坚持不懈，把每周的护理当成例行公事，像浇水一样定期浇灌你的指甲和足部皮肤。真菌这株恶毒的小杂草，终有一天会被彻底克制住。综合来说，灰指甲和香港脚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它们的忽视和错误对待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这其实是可以被战胜的敌人。一瓶小小的茶树精油，加上一点耐心和恒心，就足以扭转战局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感染已经非常严重，指甲大面积变形，甚至影响行走，还是建议咨询皮肤科医师的专业意见，可能需要口服药物或其他治疗配合。但对绝大多数中轻度患者而言，今天介绍的这套天然疗法已经足够，而且好处是，即使将来痊愈了，你也可以继续用茶树精油来保养双脚，预防霉菌卷土重来。一些人痊愈后，习惯每隔1-2周就预防性的在脚上涂一次茶树油，或是在泡脚水里加几滴茶树精油，这都能起到很好的巩固效果。想象一下，不久的将来，你终于挥别缠人多年的灰指甲和香港脚，再也不用担心当众脱鞋时的尴尬，再也不用忍受脚趾刺痒难耐的折磨，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粉嫩的脚趾甲，光滑清爽的足底皮肤。你可以自信地穿上凉鞋，或者光着脚在沙滩上自在地行走，再也不怕别人的眼光。这一切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你脚下真真实实的未来。只要善用天然抗真菌的神奇利器茶树精油，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你完全可以彻底根除灰指甲和香港脚，重拾属于自己的健康双脚。总而言之，灰指甲、香港脚最怕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得的力量。每周花一点时间善待你的双脚，让茶树精油帮你清扫战场。坚持下去，你将见证顽强霉菌被彻底消灭的那一天。当那一刻到来，曾经让你苦恼的后甲、羊角都将成为过去，而你的脚将以全新的健康面貌迎接未来。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！告别灰指甲和香港脚的时刻到了，用这天然神物每周一次的守护，和那些烦人的真菌说再见，迎接属于我们的清爽自在人生。